今日我哋一齊喺倫敦希斯路機場出發，坐芬蘭航空返鄉下去大阪。我哋會坐芬蘭航空嘅旗艦 Air Lounge 商務艙，體驗北歐式嘅簡約奢華服務。事不宜遲啦，我哋即刻出發。大家好啊！今日我哋咧又嚟到希斯路機場嘅第3航運大樓 Terminal 3。嗱，今日嘅行程就好興奮啦！我哋咧就會坐芬蘭航空由倫敦希斯路先經赫爾辛基，然後就去我哋最想去的地方。我哋會由赫爾辛基直飛去日本關西機場嘅。嗱，第一段呢，我哋就會坐經濟艙啦，咁第二段呢，我哋就會坐商務艙。咁我哋睇一睇究竟佢嘅服務係點樣啦。咁因為價錢嚟講，或者係用里數換嚟講，一段英國經芬蘭再去日本嘅換法或者係買法呢，有時都幾平下嘅。咁啊，事不宜遲啦，我哋即刻出發。Finnair 芬蘭航空嘅 check-in counter 就喺 Terminal 3嘅 C 航嗰度，佢嘅標誌好清晰，喺 Terminal 外邊就見到大大個 C 字，喺個門口入去你就會見到 C 航嘅 check-in 位置。芬蘭航空係同國泰航空、澳洲航空同日本航空共用呢個 check-in 位置嘅。如果係坐商務艙或者係有寰宇一家貴賓會籍嘅乘客呢，就可以享用佢嘅優先 counter。不過今日我嚟嘅時間太早，個 counter 都未開始運作，咁點算好呢？好彩後邊仲有 self check-in 嘅 machine， 你可以喺呢度 check in， 打印你嘅登機證，再打印埋你託運行李嘅行李帶，好快手完成咗 check in 手續，託運咗件行李，然後就可以過安檢啦。Terminal 3依然有優先安檢嘅，頭等商務艙乘客、寰宇一家綠寶石嘅乘客，或者你可以俾12.5磅就可以享用呢個優先安檢，好快手就可以完成呢個安檢手續啦。好啦，由於我有寰宇一家綠寶石嘅資格，咁梗係快快手手去國泰頭等貴賓室嗰度食籠點心、飲杯酒先上機啦。呢個 Terminal 嘅寰宇一家頭等貴賓室，我已經喺另一條片嗰度做咗比較詳細嘅介紹，大家記得點資訊卡或者係 description 係有連結去睇睇啦。好啦，差唔多夠時間上飛機啦。今次閘口好近，好快就見到我哋要坐嘅 A350-900 客機。芬蘭航空一共有18架呢類型飛機，佢係芬蘭航空長途航線嘅主力。呢一架就有6年機齡，都算幾新淨。呢個客機總共有43個商務艙座位、24個豪華經濟艙座位同埋211個經濟艙座位。我哋今日要坐嘅係豪華經濟艙第2排 22L 窗口位，穿過咗商務艙，馬上就到豪華經濟艙啦。係一個標準嘅豪華商務艙座椅，都算寬敞，而佢嘅座椅嘅面料都係由 Marimekko 嘅著名設計師 Maija Isola 設計，既舒服亦都充滿咗北歐風。當然，每個座位亦都有自己嘅叉電口，同埋足夠嘅儲物空間。而呢個可調校嘅頭枕呢，挨起嚟瞓都幾舒服嘅。好啦，過咗冇幾耐就後推，準備起飛啦。不過有一樣估唔到嘅係，呢班機原來都好爆，成個豪華經濟艙 section 都坐滿晒乘客。除咗轉機客之外，有好多似乎係喺倫敦開完會，夜晚返赫爾辛基嘅公務客。好啦，話咁快，飛機又進入跑道，然後喺夕陽之中咧平穩咁樣起飛啦。講翻呢班機嘅航程啦，喺倫敦起飛之後，佢就會向東北邊飛，進入北海，然後經過丹麥、瑞典、波羅的海，再去到芬蘭嘅赫爾辛基，全程大概係2個鐘頭20分鐘左右。由於用嘅係 A350-900 型客機，空姐又向乘客派發咗耳機，你可以享用同長途航班一樣嘅機內娛樂系統，內容都算幾豐富。第一陣長程機嘅時候呢，我哋再詳細介紹啦。值得一讚嘅係呢個13寸螢幕幾清晰，反而都幾快。而最好嘅梗係呢個機尾嘅鏡頭，可以睇住飛行嘅過程啦。不過架機就冇派嘢食，只有一杯藍莓汁或者水。藍莓汁都係佢嘅特產嚟嘅。好啦，差唔多就到赫爾辛基啦。我哋就喺夜幕之中降落，
而降落過程咧都頗為平穩。由於我由倫敦到赫爾辛基同赫爾辛基到大阪兩程機咧係分開出嘅機票，芬蘭航空係唔會將我件行李咧直接託去大阪嘅。為咗穩陣起見咧，我就喺赫爾辛基住一晚。好彩今日入境嘅人數唔多，行李亦都好快出嚟，攞埋行李就快快手手咁行去巴士站等接駁巴士啦。好啊，大家好啊！咁我哋而家就嚟到芬蘭赫爾辛基嘅曼塔機場。我而家就喺曼塔機場嘅42號巴士站嗰度。咁我今晚住嘅酒店就係洲際集團嘅酒店啦 ，Holiday Inn Vantaa。呢間酒店咧有 shuttle bus 服務啦。咁由於我係 Diamond Member， 所以咧佢甚至乎有送早餐，喺度住一晚，或者聽朝去商場或者係博物館。咁聽日下晝就再翻嚟機場咁 check in， 咁都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嚟嘅。除咗 Holiday Inn， 有幾間鄰近酒店都係有呢架免費接駁巴士㗎。好啦，嚟到酒店，我哋就去睇一睇我哋間房啦。由於我係會員嘅關係，佢就升級咗一間有辦公台同埋梳化嘅大房俾我。不過最特別嘅係，佢居然有一間梳妝間，裏頭擺咗劇場用嘅梳妝台同鏡，亦都有一個磅，個設計好獨特。好啦，好好咁休息咗一晚，好快就到第二朝。早餐係自助餐嚟，嘢食唔多，但係都有啲特色嘅北歐食品。我特別中意嘅就係佢嘅煙三文魚同埋煙希靈魚，點北歐嘅特色芥末醬，非常鮮味。當然仲有其他西式早餐嘅常見食品啦。下晝先坐飛機，作為航空迷，梗係要去一去附近嘅芬蘭航空博物館啦。呢間博物館就坐落喺曼塔機場旁邊，離機場或者係酒店都係大概10零分鐘嘅巴士車程。呢間係芬蘭最大嘅航空博物館，除咗有呢隻好可愛嘅紅公仔做吉祥物之外，呢度其實有超過80架飛機，同埋將近1萬件同芬蘭航空歷史有關嘅展品。佢涵括咗芬蘭由1920年代航空業啟蒙嘅時候到近現代嘅航空歷史，包括軍用同埋民用嘅航空都有涉及㗎。有部分嘅舊飛機更加可以親身登上去參觀，可以話係機會難得。有興趣到訪嘅朋友可以喺機場坐火車或者巴士去到博物館。如果你有5個鐘頭以上轉機，就不妨考慮下啦。好啦，差唔多夠時間，就返酒店攞埋行李，坐返個免費接駁巴士去機場啦。赫爾辛基嘅曼塔機場咧，只有一座客運大樓。喺巴士站入去客運大樓，上扶手電梯就係所有航空公司嘅 check-in area。一眼望過去，右手邊就係芬蘭航空嘅 check-in counter。由於呢度係佢嘅主場，所以佢 check-in counter 嘅數目亦都特別多，有成20幾個。不過乘客人數都唔少。如果坐經濟艙，就要喺自助 check-in counter 嗰度咧，先 check-in 攞登機證同行李條，然後去 backdrop counter 嗰度咧託運行李啦。雖然 counter 多，但都有20幾人排隊要等一等。不過如果係坐商務艙或者係有寰宇一家綠藍紅寶石資格嘅旅客咧，就可以用佢嘅優先 check-in counter。其中綠寶石同芬蘭航空白金卡嘅旅客咧，仲有專門嘅 check-in counter， 所以基本上係唔使等就可以 check 到 in 啦。呢度仲係一個額外嘅角落，俾人感覺咧就特別 exclusive。而好快我就託運咗個行李，然後就可以去隔離嘅優先安檢通道過安檢入禁區啦。好啦，雖然有優先安檢，但係人都幾多，都花咗差唔多10分鐘先過到安檢。過咗安檢之後咧，就見到 Marimekko 嘅專門店啦。如果你仲想買嘢嘅話咧，記得把握最後機會啦。呢度款式都幾多，但係價錢嚟講咧，亦都好似有少少貴啦。咁就自己衡量下啦。不過買嘢還買嘢，記得呢度係神根區嚟嘅，記得預留時間辦出境手續啦。跟住指示牌就可以見到出入境管理 counter。37到60號閘咧就係非神根區啦。過咗境，我哋梗係要去一去 Finnair 個旗艦貴賓室啦。Finnair 喺赫爾辛基嘅貴賓室，我之前都同大家 review 過，記得去睇翻我嗰條片啦。今次我都會介紹翻啲重點嘅。芬蘭航空呢個貴賓室有商務區同埋 Platinum Wing， 後者係專門俾自己嘅白金會員或者係同等級嘅寰宇一家綠寶石會員享用嘅。我哋梗係入 Platinum Wing 啦。一入去就見到佢最搶眼 signature 嘅酒吧，同埋後邊嘅 à la carte dining area。不過我哋梗係焗個桑拿沖個涼先啦。
而家我哋就嚟到 Finnair Platinum Wing， 呢個 Platinum Wing 咧就係只有非神根區先有嘅。咁嚟個第一件事梗係去焗個桑拿先啦，可以上機之前咧先焗個桑拿，真係好舒服。然後咧咁梗係要沖個涼咁樣，焗完桑拿，take 完 shower 啦，就到食嘢嘅時間啦。阿拉卡咧佢原來每個月都會轉 menu 喎，不過啲菜式其實都大同小異。而最經典嘅鹿肉漢堡咧，咁一定都有啦。所以我哋今日都係點鹿肉漢堡。佢buffet方面質素都唔錯，佢有特色芬蘭分白鮭魚同埋三文魚塔塔等3種前菜，亦都有北歐黑麥麵包同埋又香濃又辣嘅番茄湯。至於熱食，有煮得又香濃又腍嘅芬蘭慢煮燜牛腩，亦都有蔬菜煮肉期同埋烤薯仔。至於甜品方面，佢都有3款唔同嘅芝士、4款蛋糕同一個擺得好靚嘅生果拼盤，咁大家攞嚟享用嘅。賣相可以話係色彩鮮豔，幾繽紛幾靚。而最好嘅一點就係佢嘅開放時間延長咗。嗱，上次我哋嚟嘅時候呢 Platinum Wing 開放時間呢，其實只喺到每日下晝5點嘅啫。今次呢，見到塊牌寫住已經開到夜晚 midnight， 即係凌晨12點。咁樣對於飛香港嘅朋友就非常之方便啦。因為 AY99 呢係凌晨起飛嘅，咁以往呢就只可以去 Business Wing。都唔錯，但係咧絕對冇 Platinum Wing 咁好。以後你飛香港，如果你係環繞一家綠寶石乘客呢，你就可以先焗個桑拿，然後沖個涼，點埋菜，食完飯再上機。呢樣對於坐芬蘭航空嚟講呢，我覺得係加分嘅位嚟嘅。咁講翻佢個鹿肉漢堡啦，個味道真係一流。今次個鹿肉漢堡肉汁就比上次啊更加豐富，塊肉就更加 juicy，而啲薯條呢又炸得非常非常香，一流貨色嚟嘅。咁所以呢，今次呢個質素都係唔錯啊。而呢度亦都提供咗4款紅酒同4款白酒，包括冇酒精嘅選項。香檳就係用 Champagne Joseph Pierre， 係一個好 concrete 嘅選擇。咁既然係咁，不如就飲翻杯香檳先啦。中意飲酒嘅朋友，亦都可以再去吧嗰度望下，酒類嘅選項就更豐富。除咗香檳同埋紅白酒之外，亦都有各款雞尾酒同埋烈酒。當然，你都可以要咖啡、茶或者果汁啦。再重複一下，呢個 Platinum Wing 係需要環宇一家綠寶石或者係頭等艙乘客先可以享用，可以帶一位同行嘅乘客一齊享用㗎。而佢開放時間就係每日10點半到凌晨12點。好啦，差唔多又夠鐘上飛機啦。我哋今日要坐嘅都係芬蘭航空嘅 A350-900型客機。呢架客機嘅註冊編號係 OHLWP， 大概有5.9年歷史，比我哋喺倫敦坐尼克爾新機嗰部新少少。登機好有秩序，商務同經濟艙就分開唔同嘅門咧就上飛機嘅。而呢個機嘅佈局同樣都係43個商務艙座位、24個豪華經濟艙座位同埋211個經濟艙座位。我今日要坐嘅呢，就係商務艙嘅5D 座位啦。一上到嚟就見到一排排嘅商務艙座位，非常寬敞。座位係以121佈局，每排4個。佢係基於 Collins Aerospace 嘅 Air Lounge 座位客製化，暫時只有芬蘭航空一家採用，每一張都好似一個 sofa pod。咁我哋而家就上咗機啦，咁樣呢個就係芬蘭航空 A350-900佢旗艦型嘅商務艙啦。咁呢隻商務艙可能大家都有聽過啦，咁啊設計就好獨特嘅，同我哋坐緊國泰啊或者其他航空公司嗰啲反魚骨商務艙唔同。佢嘅好大嘅賣點就話佢係唔會挨後，唔會好似成張嗰個反魚骨嗰啲商務艙咁樣成張褪落去啦。咁其實佢係點樣呢？佢係一個叫做 Air Lounge 嘅概念。咁佢呢個概念就係盡量減少摩打驅動嘅部件。咁一來架機會輕啲啦，二來呢亦都冇咁容易壞，咁就唔需要咁多時間維修嘅。咁所以呢，呢一個商務艙嘅概念係幾新穎。老實講係有爭議性嘅。我聽到有人好中意，亦都有人好唔中意。咁個缺竅其實喺邊度呢？個缺竅呢，其實呢係佢就俾咗2個 cushion 俾你嘅。依個商務艙座椅如果冇咗呢2個 cushion 墊住呢，就唔係好舒服噶啦。但係只要你嗰2個 cushion 嘅位置擺得啱呢，咁其實呢就可以好舒服嘅。咁樣當然個腳踏伸咗出嚟之後呢，你都可以180度平瞓啦。呢個必須啦，而家商務艙同埋佢呢個牆呢都係幾高下，咁所以呢，其實呢俾人感覺私隱度都幾好，你聽唔到
隔離位做乜嘢。咁我呢個係中間位啦，咁中間位呢，中間係有個 partition 嘅。咁呢個 partition 如果大家同朋友一齊坐嘅話呢，就可以放低個 partition 啦，咁樣就可以一齊傾。咁另外一樣比較特別嘅地方呢，就係呢，佢中間位嘅天花板係冇裝行李架嘅。雖然行李架少咗啲，但係嗰個空間感呢就好強。咁啊覺得好似一個大廳咁樣啊，因為個天花好高啊。既然呢種位咁特別，不如趁起飛之前，我哋個 seat tour 啊！佢個面料同樣係同 Marimekko 合作設計，充滿北歐風之餘呢，亦都好舒服。喺依背一個儲物格，係耳機嘅插口，有遙控器，亦都有 USB A 同 C 嘅插電口。呢度亦都可以擺放少少嘅個人物品，例如電話啊、眼鏡啊等等，都幾方便。至於耳機就係用 Fittech 出嘅抗噪耳機，呢一間係專門為航空公司生產空中用耳機嘅牌子。佢嘅抗噪效果都唔錯，拍開咗個開關，馬上就可以感受到抗噪嘅威力啦。呢度亦都有一個可以移動角度嘅閱讀燈，方便你唔同角度坐嘅時候咧都可以用嚟睇書。而賣到座位已經擺放好今日嘅餐單、酒單同埋過夜包。個過夜包都係由 Marimekko 設計嘅，等我哋一陣再慢慢睇下有咩內容啦。而喺位嘅尾部就係腳墊。上邊已經擺好咗今日要用嘅椅墊、一張厚嘅被同埋拖鞋，成套用具嘅花紋呢都配合埋呢兩個 Marimekko 設計嘅枕頭，係貫徹始終嘅北歐風。喺衣隔離仲有一個深啲嘅格，同埋亦都有一樽水已經擺放好，等你隨時可以飲用。張椅仲有一張幾大嘅側台。上邊仲有無線插電位，俾你攞嚟無線插手機，都幾先進。側台下邊呢，就係正式嘅餐台啦，只要喺控制按鈕度撳嗰個相關嘅掣，就可以將張餐台拉出嚟。呢張餐台係圓形嘅，都幾特別。而佢嘅原木色呢，亦都配合翻北歐風嘅設計。而呢排按鈕亦都可以控制燈嘅光暗，同埋呢張椅嘅唯一一個機動部件。腳踏嘅上下，只要將呢個腳踏校到最上，再拉一拉呢個把手，就可以將呢個小型嘅部件咧翻出嚟，連埋個腳踏咧就可以變做一張180度平瞓嘅梳化床啦。而佢嘅位置真係好闊，盤腿坐喺上邊都好舒服。喺下邊仲有另一個電掣插頭，方便你插電嘛。講翻班機啊，坐好咗冇耐，空姐就派歡迎飲品。我飲咗杯香檳，然後架飛機就開始後推起飛啦。不過今日天氣咧就唔係太好，都幾大雨，但係機上嘅鏡頭咧就可以影住架飛機喺跑道上邊，好似衝開啲雨水向前衝，再一飛沖天，有一番美感喺度。講翻呢班機啊，由於俄烏戰爭嘅關係，芬蘭航空係唔可以通過俄羅斯嘅領空嘅。所以我哋就要兜一個大圈，先向南飛，飛入波蘭、羅馬尼亞，進入黑海同土耳其嘅北部，再穿過裏海，經過哈薩克、烏茲別克，進入中國嘅新疆、華北地帶、北京，再穿過南韓同日本海，然後先去到日本嘅大阪。實際飛行時間都要成12個鐘頭。好啦，咁我哋而家就起咗飛啦，咁樣起飛之後呢，大概15分鐘，空姐就開始派 welcome drink 先。咁 welcome drink 當然好多選擇啦，咁我就揀咗咧芬蘭航空最出名嘅 blueberry juice。呢隻 blueberry juice 咧，大概10年前左右咧，開始喺芬蘭航空上邊咧就派發嘅。咁到而家已經係芬蘭航空嘅招牌嘅一部分啦。芬蘭嘅其中一個特產就係 blueberry 啦，咁樣 blueberry juice 其實都係家傳戶曉嘅飲品嚟嘅。咁佢就唔係特別甜咁樣咧，但係飲起嚟就好清新。咁作為 welcome drink 咁飲咧都係唔錯。而且隻杯咧係同 Marimekko 咧合作設計嘅，咁都好有特色，好有設計感。好快就到食飯時間啦，空姐就先鋪好一張白色嘅台布先，然後就開始準備上餐啦。咁起咗飛大概1個鐘頭15分鐘左右啦，咁就開始派主菜啦。咁主菜呢，佢個相呢嘅形式就比較特別啲，佢係一架餐車推出嚟，然後呢前菜同主菜呢都係成盤上嘅。咁當然仲有一份麵包啦。
就係用個麵包籃捧出嚟，跟住俾你揀嘅。呢個係瑞典黑蜜麵包啊！我都好少會食晒成個麵包，但係呢個麵包嘅黑蜜味道呢，真係好香，真係令人忍唔到口。前菜佢就有兩款 cold plate 就一齊都俾晒你嘅。第一個前菜係一個白身魚加三文魚加一個醬嘅，學咗成百次商務艙，呢個係我見過其中一個擺盤最靚嘅前菜。即刻試下先。佢個 mousse 應該係用魚嚟做嘅 mousse 嚟嘅，咁係煙燻魚磨成醬。佢呢個白身魚嘅質感呢，完全係類似北歐嗰啲希靈魚咁樣，係一個刺身咁樣嘅。芬蘭乃至波羅的海3個國家嘅人，甚至乎遠至荷蘭等等地方咧，都有食一啲生嘅魚或者煙燻咗嘅魚嘅傳統嘅。估唔到係好鮮味，喺飛機上面食到咁鮮味，都真係唔錯。另一個前菜咧係 feta cheese， 配上各種唔同生果磨成嘅醬，有士多啤梨啦、蘋果啦、cherries 啦、車厘子啦等等磨成嘅醬啊。咁醬嘅味道係酸酸地，但係好多唔同嘅層次。配上 feta cheese 都幾開胃嘅，但係就唔頭先個煙三文魚同埋嗰個希靈魚嗰個咁驚豔。主菜佢有3個選擇嘅，2個肉就1個素。燜牛肉佢就配咗啲雜菜啦、蘑菇啦，再配飯嘅。飯上邊咧亦都落咗啲黑芝麻喎，咁似乎亦都有少少日式嘅影響。咁另一個咧就係白身魚啊，roast whitefish 烤白魚，咁啊用檸檬烤嘅。最後一個就係個 risotto。蘑菇整嘅 risotto， 咁就3個選擇嘅。到咗個主菜燜牛肉啦，反而我覺得呢一個呢就略為遜色咗少少。嗱，佢嗰個係燜牛腩嚟嘅，咁所以呢，佢照計應該要肥啦，要肉味啦，要鬆軟啦等等。但係佢嘅牛肉味又唔係好濃，最大嘅問題呢，佢燜起嚟呢實在係唔爽口啊，直情有燉湯湯料嘅感覺。雖然未韌到嗰個地步，但係味道麻麻地啦。啲飯佢用嘅係 jasmine rice 嚟嘅，咁所以佢加埋少少芝麻就反而 OK 喎。整體嚟講都係一般啦，你又未至唔合格嘅，但係唔會係好高分咯。咁到咗甜品時間啦，咁佢就有芝士同甜品嘅。芝士一細盤夠2隻芝士，加2塊北歐嗰啲薄脆黑蜜餅乾。個 presentation 就唔夠國泰嚟得好啦，芝士再加生果。份量都比較細啲，但係芝士都係食少少夠啦。之後嘅甜品咧有2種，一個係 blueberry pie， 另一個咧就叫做 princess cake 公主蛋糕。咁我哋睇一睇個公主蛋糕，外層咧係一層綠色嘅好厚嘅一個糖漿咁嘅甜，個糖漿嘅味道都幾甜下，我估應該係類似蜜瓜味嘅。中間就落咗少少 berries。芬蘭人嘅拿手好戲啦，中意食甜嘢就覺得好食，但係我覺得甜得滯啦。咁另外仲有一杯咖啡啦，佢咖啡咧就送芬蘭嘅呢隻傳統嘅 Glacier 朱古力，咁呢個係芬蘭嘅特產啦，都可以彰顯到佢芬蘭行嘅特色，咁啊做得唔錯嘅。另外，我哋不妨都睇下佢酒單啦，香檳都係用 Champagne Joseph Pierre， 仲有專門嘅介紹，原來係同芬蘭航空合作咗20幾年噶啦。另外都有合共9款嘅紅酒、白酒、甜酒等等，亦都有 cocktail、mocktail 同多款烈酒。好啦，食完飯就睇下依個過夜包有啲咩啦。呢個過夜包亦都係 Marimekko 合作設計嘅，裏頭有一個眼罩、耳塞、牙刷同埋牙膏，內容就比較簡單。另外佢亦都有張紙寫住，如果你想要 body lotion 同 hand lotion 嘅話呢，可以喺洗手間裏頭揾。佢嘅 body lotion 同埋 hand lotion 係同芬蘭嘅牌子 Seas Company 合作嘅。好啦，食完飯，機艙嘅燈光呢亦都慢慢咁樣調暗咗，準備等大家可以瞓覺啦。瞓覺前呢，就先去洗手間刷牙先啦。見到洗手間都 keep 得好乾淨。另外亦都見到頭先過夜包有提到嘅 Seas Companies 嘅 hand lotion 同埋梘液。另外亦都有 Seas Companies 嘅潤唇膏。呢隻森林之吻味都幾清香。喺第2道門嗰度有一個小小嘅位置，空姐已經喺嗰度擺放好果汁、酒、朱古力、麵包同餅乾，等你半夜肚餓嘅時候呢，都可以攞嚟食。我就幾中意呢個空間嘅，因為可以伸展一下，
而且佢個設計亦都好北歐風，幾靚。好啦，機艙嘅燈又再較黑咗，真係好適合瞓覺啦。張床鋪好晒，真係好似一張單人床咁樣。特別係你可以見到佢個腳位呢個位置好充足，平瞓你都唔會覺得窄，唔似某啲反魚叉位呢，你只可以側瞓。一瞓就瞓咗幾個鐘頭，都瞓得幾舒服。醒咗不如試下佢杯 Signature Cocktail Northern Blush 啦。佢用芬蘭特產紅果子配上煎酒同埋橙皮調配而成，酸中帶甜，都幾好飲。而佢鮮豔嘅紅色亦都好搶眼，靈感係來自於北方夕陽餘暉嘅燦麗。好啦，醒咗不如就睇一睇佢個娛樂系統啦。每一個座位都有一個反應流暢嘅18寸高清輕觸式屏幕，而佢系統使用起嚟都好簡單同流暢。最先嘅部分梗係電影啦，佢呢個系統有超過300套電影，都算幾豐富，亦都有唔少今年上映嘅荷里活電影。不過中文電影就略為欠缺啦，只有6套，而廣東話電影只有2套。劇集方面嘅內容都幾豐富。令人最印象深刻係佢同 HBO Max 合作，所以亦都可以睇到 HBO Max 上邊嘅一啲大作。另外，佢有紀錄片同埋芬蘭航空相關嘅影片，亦都比較多。至於遊戲方面就有13套，例如好似 Angry Bird 同埋 Uno 等等，都係機上娛樂系統常見嘅遊戲。另外唔少得嘅，梗係2個機外鏡頭，同埋一幅資料好詳盡嘅互動地圖。除咗會顯示航線、剩餘嘅飛行時間之外，亦都會話俾你聽飛機而家正好經過咩地方，都幾適合中意睇地圖嘅地理迷。當然，機上亦都有 WiFi 系統嘅，你用手機連上機上嘅 WiFi，又有基本嘅天氣資料同航班資料等等。亦都有若干嘅免費刊物可以閱讀，當然亦都可以選擇去上網。商務艙乘客可以享有1個鐘頭嘅免費上網服務，其他乘客呢就可以選擇購買嘅，價格分別係1個鐘頭呢就6.95歐羅，3個鐘頭12.95歐羅，或者係全程19.95歐羅。只要成為芬蘭航空嘅免費會員，你就可以享用呢個會員價去購買。當然，亦都可以用 Avios 去換，但係計起嚟咧就唔算太抵啦。例如全程上網就需要2400 Avios， 都幾貴，而上網速度大概都係7 Mbps 幾，唔算好快。大家早晨啊，瞓咗一晚呢都瞓得唔錯嘅。好啦，而家你降落大概仲有2個鐘左右啦，咁樣就開始上早餐啦。咁早餐呢都幾豐富啊，有生果啦，有芝士同火腿嘅高級盛盤啦，有熱嘅煙肉同蛋，再加牛角包同 yogurt。空姐仲會問你要唔要果汁啦，同埋咖啡嘅。個餐賣上嚟講都唔錯嘅，唯一一個缺點就係個西蘭花好恐怖咯，明顯呢就烤得老咗啲，都未見過咁嘅顏色嘅西蘭花。不過除咗個西蘭花之外，其實味道係 OK 嘅，特別係生果非常之新鮮，而 cold cut 亦都幾好食。不過可惜嘅係，所有食物都只有1款，冇任何選擇，包括個主菜都只有西式一種。呢樣就真係唔符合長途商務艙嘅標準啦，因為長途商務艙通常都有2到3款選擇嘅。好啦，食完早餐，空姐亦都會送上咖啡或者茶同埋朱古力，而機上娛樂系統亦開始播放準備降落嘅影片，提醒大家喺降落時要將啲行李收好，同埋要綁好安全帶等等。好，再過多陣，空姐再派多次朱古力作為歡送糖果，而飛機亦都差唔多飛到去大阪啦，然後再開始緩緩降落。
終於嚟到大阪啦。咁做翻個全程嘅總結啦。咁由倫敦去赫爾辛基係可以坐到佢嘅豪華經濟位，咁自然係比一般經濟位舒適啦。而喺倫敦希斯道機場 T3 出發，對於坐商務艙或者係有飛行常客會籍嘅乘客呢，就更加好啦，因為可以用到好多個唔同嘅貴賓室。至於今次嘅重頭戲，自然係由芬蘭赫爾辛基去大阪嘅商務艙啦。佢採用嘅 Air Lounge 咧，雖然唔可以挨後，成張椅亦都只有一個腳踏部件咧係用摩打驅動嘅。但係我反而幾中意呢種簡單嘅設計，除咗重量比較少、比較環保之外，亦都可以減低咗張椅因為部件出故障而唔可以平瞓嘅機會。再者，呢一種椅嘅設計呢，其實個腳位係比較闊啲嘅，唔同某啲反魚叉位嘅設計，腳位會比較窄，所以你就唔可以平瞓。呢種椅你平瞓完全冇問題。不過呢，芬蘭航空呢個商務艙呢，依然有幾個問題嘅。最大問題係嘢食，例如第一餐嘅味道普通啦，第二餐早餐亦都冇選擇。另外呢，亦都冇其他航空公司嘅商務艙會有一啲熱食啊，或者係三文治啊等等嘅小食喺餐同餐之間呢，就俾乘客享用，咁就真係遜色咗啲啦。另外亦都有個問題就係佢個 WiFi 呢，就算係商務艙乘客都係只有1個鐘頭免費，比起好多航空公司向商務艙乘客提供全程免費嘅 WiFi， 依樣真係好遜色。不過其實今次2程機票我都係換嘅，特別係赫爾辛基去大阪呢一程，我係用咗43,500英航嘅 Avios 加69.2磅換咗一張單程嘅豪華經濟艙機票。然後再喺櫃位嗰度以220歐羅咧就升級去商務艙，所以計翻起嚟呢個價錢咧就真係好抵。以呢個價格嚟講呢，佢成個 offer 其實都算好合理啦。好啦，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就到咁多，咁啊希望大家繼續留意我頻道啦。我會不停咁推出有趣嘅飛行、貴賓室、旅行等經驗分享，咁啊希望大家繼續留意啦。今日就講到咁多先，下次見，拜拜。